2024年第一天，我买了一台能带我去诗和远方的09年小越野车。因为是09年的老车，在试车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。和车主试了好一会儿，最基本的四驱功能怎么也不管用，但实在架不住车主给了我一个让我很心动的价格。我内心安慰着自己，这一系列的小毛病回家后我可以很轻松的搞定。最后我以43000块的价格拿下了这台09年的小越野车。第一件事我就给它加满了油，我的内心非常的开心和激动。走，一起带它回家。开到车库后，我就仔细查看这颗跑了12万公里、1.3排量的机床状态，还是挺不错的。我觉得更换下油水，简单修一下四驱就能出去玩了。但是内饰的状态就乱成一团了，卡扣和盖板都是松散的状态。对于车主改装的这套内饰风格，我还是比较认可的。不过它的音响系统，我想改造一下，符合这套内饰风格的格调。各种想法都在一起顺利的进行着，直到原本我只是想简单换一下它的油水，没想到给拆成这个样子。底盘的件已经全部拆完了，包括还有内饰的件。前桥油封漏油非常严重，而且里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整根桥发生了明显的变形，变速箱后面也是油污一大片，应该是油封老化导致的。在拆收音机的时候，我发现里面支架出现了大量的锈迹，而且线索好像是被人改过一样，铜线直接裸露在外。最主要的是，这台车好像玩过水，地毯上全是泥。经过我大致的排查，水应该是淹没到挡杆这个位置，怪不得前后桥的油都发生了变质，真是头大。我只是想简单修一下四驱，没想到全车几乎都给拆空了，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单。我已经把配件全部给规划出来了，这需要换的全部易损件，不知道又得花多少钱，而且最主要能不能找得到。等明天吧，我先睡觉了。让我很肉疼的价格买到了底盘全部的配件，跟那位好朋友好说歹说，一直聊到了深夜，搞到了全部的原厂件，我的小破车终于可以复活了。有很多网友说原厂桥极其容易变形，索性我直接拿到了附近的钢铁站，下好了所需要加固的材料，一共花费了150元。我采用5毫米的锰钢钢板折弯后形成一个坚固的加强筋，这样把它们全部焊接起来就会无比的坚硬。请戴好你们的墨镜，我要开始表演了。加强完的前后桥看上去像穿了一身铠甲一样，无比的坚硬。突然间，我脑子里有一个奇特的想法，我为它打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 logo， 看上去非常的漂亮。以后蹲下身来一看底盘，就能够找到自己的车了。经过超声波的清洗，所有零件的原厂颜色也全部露了出来，而生锈特别严重的后刹车锅也必须得除一下锈。减震弹簧用脱漆器浸泡了好大会儿才全部脱落，所有生锈的螺丝经过研磨机的洗礼都亮了起来。现在所有的零部件都已经清洗干净，而且配件已经全部到齐，是时候该把它们全部组装到一块了。光这一根桥就花了我3000多，我也是第一次维修这辆车，还好凭借着我的超能力，小心翼翼慢慢的组装着。原来的轴承和油封都已经不能使用了，这一次全部的更换，我估计装好后底盘能和新车一样，非常的好开。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打好每一颗螺丝的扭矩，接下来就是安装它的齿轮竖柄结构。这一次我还给它安装了插入锁结构，即使在非常烂的路上都能够轻松的应对。我觉得半轴是整根桥活动量最大的地方，按照指定的润滑油涂抹均匀，然后再借助压力机的力量，轴承就能够很轻松的进去。你看这真空膜都烂成什么样子了，这一个烂得更狠了，给它更换成新的这个真空膜，四驱离合器就能够完全的贴合住了。
这个真空膜可是我找遍了很多家配件才买到的，要不然单独换这2套离合器总成就得又要花我的3000多块了。装好之后，然后再测试一下离合器工作状态如何。同时后桥也是全部安装完毕了，接下来就要把它们全部送进烤漆房，然后开始喷涂防爆装甲漆。刚刚这个样子看起来真是太有感觉了，不知不觉又是一个夜晚，就让他们在里面待一晚上了。随后第2天一大早，我又把整车的底盘件全部喷成了我自己最喜欢的颜色。就这样，我花了3天的时间，终于把这一地的零件全部清洗组装完毕。我还给它升级了全车底盘护板以及各种全新的易损件，现在立马给它装车。现在底盘件已经装到了80%，但是它的避震还有轮胎都已经不行了。为了应付以后更多的玩车路况，我决定给它换了4条超大颗粒全地形百路驰 KO2 的越野轮胎，然后我为它准备了4根 STR 多段可调的减震。最主要的是，它前面我给它加装了一套6000磅的绞盘，这样子我和我的小吉以后就能够品质撒场了。马上给它装车。这一次底盘更换以及升级的配件已经合到了18000多元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指使我在做，也许这就是我人生中第一台属于自己的越野车吧。由此可见，经历了5天的时间，解决了所有的问题，底盘件全部完工。接下来准备试车。孩子人生只是不复杂，不是硬派越野玩不起，而是我的小破车更有性价比。你才能慢慢长大，要走过去更大，用你最好的年华，这是青春的代价。别开出发，伸出心肠的距离啊，向过去曾有爱，等待细水融化。你们是的可是带着远方的鲜花，那就是个快乐故事。再去泥地里试下车，底盘整备的状态和新车没什么区别，而且四驱也没毛病。接下来我就该整备这破烂不堪的内饰了，到时候尝试改一套顶级的音响，然后把内饰全部的装修一下，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效果。我花4万3买了人生中第一台越野车，激动的我连夜开回了家。没想到它的底盘部分全部受损严重，于是我就对它展开了全面的维修。先是加强维修了前后的硬桥，然后又把它底盘上所有的老滑件全部都给更换了。经过了3天的时间，所有的零部件都变成了崭新如初的样子。然后我又想快点连夜把它给安装好，我还给它升级了4根氮气减震和4条全新的轮胎，以及一个6000磅的绞盘。就这样，它的底盘部分被我给回炉重造了一样。然后我又去泥地里试了一下四驱，结果让我非常的满意。对于它的内饰，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这一次我要为我的小吉升级这一套16个扬声器喇叭，然后再加上一台升级版的主机，
以及6路和单路的牵马功放，然后再搭配8路 DSP 和这个超级重低音的喇叭，不知道装上去之后会不会和百万豪车一样能发出动听的声音，我已经很期待了，马上开工。这辆车能拆的内饰件已经全部拆空了。我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，这辆车不仅水淹过，而且你看 A 柱这边，哇，这么厚的腻子，而且这里有钣金处，说明这辆车以前肯定翻过车。其他地方还好，我怪不得当时卖家给我一个很爽快的价格。唉，现在我得把这里面全部清理一下，然后把它推出去进行全面的清洗，就这样弄吧。真没想到它的地板上全是泥，而且上一车主玩过水之后，地毯也没有完全的干透，怪不得当时我闻内饰有一股难闻的臭水沟味道。这一次我一定要把它里里外外全部清洗干净。而它的线路部分也是凌乱不堪，如果不把它好好处理一下，接下来可能会引起安全隐患。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清洗，地板原来的颜色也露了出来。现在把它推进工作室里，我用了3台家用的取暖设备，温度可以达到50多度，就让它们在里面全面烘烤1个晚上。另一边就是清洗那满是泥土的地毯，尽管外面的天气有零下几度，但丝毫影响不到我想把它快点弄好的心态。到箱子。同时，锈迹斑斑的工作台支架也经过喷砂机的处理，让我非常的满意。这一次用了2天的时间，把这一地的内饰件全部变成了我想要的样子。上一次的路试，车内的噪音非常的大，所以这一次我打算整车全部做上指震和隔音。我采用一条条的方案，把它们全部铺满，然后再用滚轮进行均匀的压实。原来薄薄的铁皮一下子变得厚重了许多，效果真的不错。对于老化断开的线路，我也进行了全部的焊接，这样以后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弄好后，再测试一下所有的电器和开关是否正常。包扎完的线路看起来舒服多了，最后再铺上一层隔音棉，就可以安装我那一套16个扬声器喇叭了。自此，内饰里最让人头疼的问题已经解决了。哦，对了，刚刚我的朋友给我发了一条信息，他最近家里买了新房，需要装修，尾款还差点。如果你需要周转，也可以试试抖音钱包里的放心键。打开抖音，点击我钱包放心键，激活额度，跟着要求申请，最高额度20万，等资金到位还上就行。我的这套音响方案是后面一共6个喇叭，做一个被动3分频，用2个分频器连接到一起，而前面是8个喇叭，我想做主动3分频的方式，用这台8路 DSP 做处理，左边一个超级重低音炮，再用 CD 机做音源输入，然后用这一捆1频线把它们全部连接到一起。马上行动。我也不知道这套方案能不能行得通，但是我从小就非常喜欢音乐，我必须得尝试一番。喇叭的固定方式不能直接挨着门板，正好能用这根胶管做一个减震缓冲作用。固定好喇叭，然后再晃动一下距离，测试一下是否安装到位。后面我采用一个5寸的喇叭，刚好能塞进原车的位置里。最后就是一个比较难一点的问题了。由于喇叭的位置，后门板必须得切割才能装得上去。量好合适的尺寸，用角磨机一点一点切割打磨。弄了好大一会儿，但装上去的那一刻，看上去没有什么违和感，
让我非常满意。最后就是前面 A 柱版的高音喇叭和开模打孔的位置，由于是第一次做，小心翼翼的，但做出来的效果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再加上有 LED 灯光和音柱氛围灯效果，出来的感觉一定不会错。马上给它装车。接下来就是安装两边的门板和处理眼前这乱七八糟的 CD 连接 DSP 的线路，得重新对它进行分类和包扎。每一根音频线都得焊接牢固，不然出来声音不好，到时候查线路的时候又得麻烦了。包扎好后，测试一下全部音响系统供电是否正常。现在11个喇叭都已经安装上了，还差工作台上的2个中音喇叭。我现在把工作台给它安装上，充上电之后，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效果。现在已经到达了收尾的环节，包工作台可不是我的强项，只能凭借着自己的感觉，一点一点的裁剪。就这样，手上不知道划了多少个伤口，终于是达到了我理想的效果。中音喇叭被我给固定到这个位置，摸起来的感觉比之前塑料的好多了。我还给它升级了好看的出风口，边角还用一根车身同色的线做了一点点缀。现在我只想把它给安装上去。原来仪表的表蒙已经发黄严重，看得不怎么清晰了。这一次我给它升级一套全新的仪表表蒙，还有白色的底板，给它装上去。这一次内饰的升级一共花了15000多块，再加上维修底盘的费用，就能够再买一辆这样的车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去做，也许我喜欢一点一点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吧。哇，新的皮肤。我和我的小吉已经穿过了雪山、沙漠、戈壁，还有各种非铺装路段，已经行驶了1000多公里。现在我发现2个让我有深会体验的感受。
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油耗，目前这一路上我一共加了5次油，加满一箱油的话需要270块钱左右这样子。但是无论你怎么去踩油门，它只能续航到260公里左右。第二点就是它这颗1.3排量的动力总成，在走下坡路段的时候可以跑到108迈左右这样子，但是走上坡的时候就只能跑到90迈。当然在原厂状态情况下，如果它跑一些泥泞、石头、颠簸的路段情况下，通过性是非常非常的好的，因为它有一颗能放大2.6倍的分动箱，这一点我是非常非常的满意。但玩沙的话就会显得力不从心，有一个小坡度就得全油门去冲上去，就会显得动力像拉不出来一样，特别的难受。让我值得欣慰的是，现在这台车没有一点故障，然后它的耐久度也非常的不错。接下来还有1000多公里的路程，不知道它是否能扛得住。我们继续出发去测试一下。接下来还有1000多公里的路程，不知道我的俩小鸡能不能陪我一起度过去。其实这辆车对新手还是特别的友好的。继续出发赶路。我就和他一起穿越了白雪皑皑的雪山、黄金满天的沙漠以及荒无人烟的戈壁。没想到在行驶了1000多公里的时候，出现了2个严重的问题。我就纳了个闷儿了，这水温表也没显示多少度啊，而且这外面温度已经来到零下10几多度，怎么会有高温呢？就很蹊跷。完了，我靠，这怎么会高温呢？这下完了，防冻液漏哪里都是。但下面还在滴，幸好这一次带了足够多的工具，还有这些消耗品。咱们来吃一点东西，补充一下体力。外面太冷了，先让车凉一会儿，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。防冻液这一桶都快加完了，还要发现点及时，要不然发动机就给报废了。之前在玩沙的时候就出现过一次高温的情况，当时只是觉得油门太大，就只添了一点防冻液。现在问题原因找到了，如果继续跑的话也行，必须得打开空调，让这个电子扇帮助它散热一下。这个问题太扯淡了，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，还真就发现不了。给你们看一下，现在发动机在着车的情况下，你看它前面这个归油风扇，加油门，它在2000转的时候还可以，但是一超过2000转之后，它这个归油风扇就像没阻尼一样，转不起来。我靠，怪不得高温呢，这头疼死我了，还没配件。先开着空调跑吧。还有一件事就是，刚才在跑这个山路的时候，它前轮会来回的摇摆，方向根本就把不住，刚才差一点掉进那个坑里面，我可太恐怖了。它的底盘部分我之前全部都给准备过，但是有一点，后面它原来是有一根转向减震的，你看底座还在，因为漏油我就没给装，幸好我车里面备了有一根，给它装上去，要不然这个路我是真的不敢走，太恐怖了。转点应该是撞到这个拉杆这儿，然后这个大梁这个位置是装底座的，就这样给它装上去。这地上太冷了，后背给我冻得嘎嘎疼，还好已经安装好了，现在抓紧测试一下转紧是否安装到位。
这个装置装好之后，我可以放心大胆的走这些烂路了。现在趁太阳还没落山之前，我必须得离开这个地方。现在离驻扎地还有50多公里远，到目的地之后再解决高温这个问题。现在把工具收拾一下，趁早出发。我靠，你这一个都没给我留啊！都说吉姆尼通过性很好，是越野中的通义兵，但是我现在小吉就发现一个问题，前几天我不是去穿越了吗？然后每次经过一个交叉轴或者一个小坡度，就造成陷车，怎么也上不来。你们看，现在我这个姿态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，但是我总感觉我这个车高度还是差点意思。现在我斥巨资买了这一套的升级套装，把它给装上去，看看它的效果会不会达到我预期的那样子。现在马上开始。开工！请记住现在这个高度，前轮83厘米，后轮89厘米，它的高度马上将会重新刷新。目前这个底盘说跑1万多公里的样子，现在状态都还好，胶套啊什么都没什么问题。然后这边有磕到底的情况，上一次应该过水的事，其他的状态还好。现在只需要把这4根前后的4根弹簧以及这个后面的关刀换成一个4连杆就可以。之前的整配底盘只是加强了前后的运潮，然后升级了全车的易水件，但还是远远不够能让我达到我想要去的任何地方。而这一次的升级，它将会变得更强。这一次的3寸升高，车身和底盘的线位将会相大很多，必须得给它加一个垫块来减小间隙。用肉眼可以看出来，这次的弹簧比原来的要明显粗很多，怪不得当时跑的时候总感觉车身来回会摇摆，而且减震还非常的软。前桥部分现在就算是安装完毕了，然后最头疼的还是属于它的后桥部分。安装这个后桥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简单了。我改装的是4连杆，4连杆这个上面的拉臂是在这个位置，然后等于说还得在大梁上钻孔，要钻孔的话还得把这个油箱以及传动轴都得给拆下来。这套4连杆的工作原理是，在过高低不平路面的时候，它能够保证后面2个轮子都能平稳的在地面上，从而后轮也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，通过性能很强。这一次的底盘升级总共花了3000多元，而它的通过性，我觉得会非常的厉害。至此，所有的升高套件都已经安装完毕。哇，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。你们还记得之前的高度吗？哇，现在比之前高出来足足有5厘米之多，真的现在看起来高大威武了许多。那么好，我们现在去测试一下，看看升级环之后的高度通过能力怎么样。走。
很轻松就上来了。现在的小鸡在我心目中简直是非常的完美。而接下来我升级一下它的心脏，在完美中有一点暴躁。